今天要是还不上钱，要么老子剁你一只手，要么老子就把你闺女卖进窑子。苏从包，你自己选吧。剁我的手吧，我死也不会把闺女卖进窑子。好，好，好！没想到你那死婆娘对一条狗都比对你和你儿子狠，你还愿意护着你这妓女？那老子今天就成全你！堂堂古武术世界冠军，竟然因为便秘的时候被马桶炸死了，还特么穿越成一个农女！欠债不还还敢反抗？上！老子改变主意了，就把他卖去窑子！掏空家底帮扶弟弟且早死的妈！不知道姓甚名谁的亲爹，怂得出情的继父，被苛待成小苦瓜的3岁继弟，还有这个破碎的家，还有要把我卖进窑子的债主。还好这身体是天生神力，罕见的练武奇才，不然这天崩开局，我直接找个地方重开算了。那个，我爹是吧？我爹欠了你们多少钱？是你舅舅欠了10两赌债。搞了半天不是你的债，那为什么叫你还？是你娘，李翠花说了，这笔钱她来还。我娘死了，要不你去地底下找她要。我这还有你娘亲壁花押的借据。借据啊？你刚才说我娘欠你们钱了，我也不是欠债不还的人，你们可有证据？你既然没有我家里人欠钱的证据，那就谁的赌债找谁去要，再敢上我家来，我打死你们！还不快滚！滚！我们滚！哎呦，姑奶奶别打了，饶命！别人穿越当皇后妃子，我这是什么地狱砍去？什么人？原主娘真是畜生，这么小的孩子也能狠心虐待。姐姐，你不要打年年，年年听话。年年，姐姐不打你，你能不能跟姐姐说一下，上茅房要用什么擦？用这个。有没有软一点的？爹爹说我们都用这个，只有镇上的有钱人才会用布帛，用完后洗洗晒干再用。我知道，娘还有点私房钱放呢，我可不想菊花遭罪。你姐姐要是想走，你不许拦着她。她马上就16了，安州官府有令，女子满16未婚就要由官府许配人家。可那些男人都是游手好闲的地痞，你姐这个性格，压根儿没人敢上门提亲。咱家这么穷，爹又没本事，连给彩礼找个倒插门的女婿都不。爹，你俩哭啥呢？哭你嫁不出去啊？什么？16岁就要强制嫁人，这什么破规矩？别怕别怕，不打你们。所以你走吧，你娘那边兴许还有几个有钱的亲戚，去投靠他们。不走，我娘这个伏地魔家能有什么好亲戚？爹，你别担心我婚配的事情，大不了我去抢一个相公回来，还能抢个最好看的。这是我娘生前留下来的一些私房钱，你拿一些。不，爹怎么能要你的钱？哎呀，拿着，我出趟门，马上回来。爹，你也要支棱起来啊！不为你自己，也要为了年年。要是再这么软弱，年年以后怎么办？青儿说的对，我必须要支棱起来。坏了，你姐不会去抢相公了吧？不行，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你姐来？她要是被人打了怎么办？年年，你在家把门关好，谁来也不开。
我去给你姐抢相公。要好看的，闺女喜欢好看的。哎，可乡下都是泥腿子，去哪里能给闺女抢相公？还是这个最好看。你愿意给我闺女做赘婿不？你不说话的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啊！我就当你同意了啊！爹，年年，我回来了。闺女，你要相公不要？爹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爹，这人是从哪里来的？你不是说要抢一个最好看的相公？这种脏活累活怎么能交给闺女做？你放心，爹挑的是那群人里最好看的。不要，爹，我胡说的，你赶紧把人送回去。别打爹！爹发誓，爹绑的真的是最好看的那个。我去，便宜后爹上哪儿找来这么个极品艳鬼一样的男人？爹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爹，明天不，今晚就入洞房，谢谢。闺女你喜欢就好。不对，那小说和短剧都说了，路边的男人不能随便乱捡，更何况还是个这么帅的。以现在的情况，这花瓶我也养不起啊。闺女，你怎么不摸了？爹，要不还是送走吧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们要做什么？快放开我！鲁迅曾经说过，美人嗔怒，堪称绝世之剑，果然撑不起我。我是苏才俊，她是苏青儿，这里是平吉村，你是我绑回来给她做赘婿的，所以不能放开你，你会跑掉的。什么？赘婿？这里是平吉村。你这样看着我闺女，是不是也相中了？你放心，我家虽穷，但我闺女很能干，而且吃饱了就不打人。爹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没吃饱也不打人。这件事纯属误会，我知道你也不愿意做赘婿，我给你送吧，你走吧。原来是恩公救了我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。美色误国，色即是空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苏青儿，你现在是穷光蛋，不能被勾引。爹就说嘛，挑最好看的那个，准没错。我家穷，养不起你，你还是走吧。我吃的很少的，况且我还受着伤。是啊，闺女，这冬天可是会冻死人的。她这么柔弱不能自理，肯定活不下去了。还有1个月就是你的16岁生辰了，不如就留下吧，好歹把官府应付过去再说。那行吧，等瞒过官府再做打算。爹，你和年年身上的衣服太薄了，还有些吃的，这药给年年的冻疮涂上。哎呀，爹，你怎么又哭？我就是觉得你变了，这些东西肯定花了不少钱吧？没事儿，钱是王八蛋，没了还能赚。明天我就上山看看有没有能赚钱的法子。爹，你一个大男人别总哭，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和年年再挨饿受冻了。家里只有2间房子，你先暂时和爹挤一挤，我带年年睡。年年喜欢跟我睡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今夜
就麻烦娘子了哦。你睡地上。对不住，是我身子不争气，吵着你了。我一定忍住，你快睡吧，不用管我。上来睡，冻死了我还得赔条人命。这不合规矩。不合规矩？方才是谁叫我娘子？娘子，你放心，我睡觉很老实的，不打呼噜，不磨牙，不抢被子，就是有一点点怕冷。再如果半夜我不小心靠过来，你把我推开就好，别把我踢下去。真凉，靠过来些。谢谢娘子，你的手好暖。果真是他要找的人，看来我运气不错。闺女，咱家只有这些杂粮糙米了，等吃过饭，爹去找人借些粮。冬日粮食都紧缺，就别去受气了。我去山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，你在家好好休息，早日把伤养好。得赶紧赚钱，不然迟早得饿死。还有厕纸，我绝对不会再用竹片了。这大冬天的，山上一点吃的都没有，连个野味都没看见，白白浪费了一上午。我去，忘记收力了！疼死我了！竟然是石花！我怎么把卫生纸给忘了？我可以造卫生纸啊！这个架空的时代并没有卫生纸，我可以利用石灰和草木灰不同的碱度，造出不一样的卫生纸，分别卖给不同阶层的人。不仅我的屁股有救了，我的钱包也要鼓起来喽！果然一开心，运气都会跟着变好。满载而归，回家。姐姐，你回来啦！在玩什么？漂亮哥哥在给年年讲故事。爹，我在山上抓了2只野鸡，你等会儿把这只拿去隔壁赵婶子家换点米面回来，另一只我等会儿杀了晚上吃。好嘞，闺女你真厉害。闺女，你捡这些白色的石头回来做什么？这些是石灰石，我准备用来做卫生纸。什么是卫生纸？一种柔软成本天然的侧萃，等我做出来，你们就知道了。侧萃几乎每个人都需要，这门生意肯定能赚钱。闺女，我相信你。不过做这个需要一些时日，今晚先将就着吃一顿，明天我去镇上把这块玉给当了，先保证咱们一大家子的温饱再说。闺女，这可是你娘留给你唯一的念想，说是你亲爹的信物，可不能卖呀。既然是娘亲留下来的，当个念想也好，别卖了吧。念想能当饭吃吗？家里一根炭都没有卖，咱们这一大家子连10日都熬不过去，都不要再劝。爹，你去换米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安远。行，你把那筐石灰石捣碎。轮到年年啦！你负责乖乖坐在那边，把这块糖吃掉。床已经给你暖好了，快来。你真的要当掉这块玉？你好像很在意这块玉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有些可惜。那明日我陪你一起去吧，也好给你长长眼。好。
掌柜的，怎么说？只值3两。3两。看来掌柜的也不是诚心想收我的玉佩。爱当不当。我还当是什么百年老店呢，原来是个黑店。这么大个铺面，连块玉都看不到。你说什么？只能去镇上剩下那家当铺看看了，希望那家当铺能收了吧。我认识一个人，特别喜欢收藏这种古玉，出价绝对公道。只是这位先生性子古怪，从不与陌生人打交道，只认我这张脸。要不你……那你快去，我在这等你。你不怕我拿着这块玉佩一走了之？你这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是富贵人家出来的，哪看得上我这破玉啊？再说了，你要是敢跑，我把你腿打折，绑在床上，天天给我暖床也不亏。主子，带银子了吗？主子，此番出京匆忙，只剩这些。5两，这点够干什么？要不属下去你的钱庄取一些？取个屁！安州多少眼睛盯着呢？你身上是不是还藏着钱？赶紧拿出来！主子，就50两了。这是属下背着媳妇儿好不容易攒的私房钱，瞧你那出息！放心，回京城3倍还你。你下次私房钱能不能换个位置？主子，德亲王那边有动静，他府里的私兵最近往安州城南调了一批，数目不详，属下正在查，继续盯着。最近我不方便露面，上次的事情已经让这个老狐狸起疑了。看来我来安州的2件事都有眉目。那位让我找的人，我也找到了。那位给了55两。这银票被屁给崩了。那先生随手从抽屉里拿的，兴许是被压到了。哦，那我们去采买一些东西，顺便给你也买2身衣服。我也有。不然呢？你可是我的赘婿，更何况今日玉佩能卖55两，你功不可没，自然要奖励你。区区55两就让他这么高兴，还真是容易满足。看来我伪装的也相当成功，他完全没有发现任何破绽。成色如此一般的玉佩能卖55两，安远啊安远，你自己要往我手上送钱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明日开始，我们就要开始做卫生纸了。爹，您手巧会编织东西，晚些时候给我编些竹帘。安远，我去上山砍树和竹子，你在家捣碎那些石灰石，再挑些草木灰，把杂质去了。砍树和竹子是个体力活，你真的可以吗？要不还是我……还担心吗？那就这样，好了，都回去休息吧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开干。你身上怎么这么硬？娘子，这是我的药。这又是什么？好熟悉的纹路，什么东西藏着掖着？给我看看。娘子，安远，你心跳好快，是吓的还是对我动心了？这点胆子，
下次想藏东西怕被发现，就别用这种拙劣的伎俩了。差点就暴露了，这女人怎么如此敏锐？呼吸这么乱，还在想怎么编瞎话？娘子说什么呢？我只是方才被娘子吓到。吓到了？你刚才的动作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娘子，我没有。心跳怎么还这么快？瞧你那点出息，睡觉。这女人怎么这样？你动什么？你又来这招！娘子，你能把腿收收吗？我先起床了。漂亮哥哥，你的嘴巴怎么红红的？姐姐，你的嘴也红红的哎。哦，年年知道了，姐姐和漂亮哥哥肯定是和年年之前一样，晚上饿了不小心偷吃到辣子了。小孩子不要乱说话，你也不该再叫他哥哥。那年年要叫什么？以后要叫姐夫，知道吗？漂亮姐夫。年年乖。爹，饭后你按照这张图纸上画的编织几块竹帘，我上山去砍些树和竹子，再弄些石灰石回来。娘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伤还没好利索，留在家里帮爹。我已经好多了，山路难走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行，走吧。娘子，你走得好快啊！这才到半山腰，你要是跟不上就先回去。跟得上。你站远些。这是女人的力气。愣着干嘛？过来帮忙把树枝砍掉。娘子来了。娘子真厉害，辛苦你了。安远，你这副小媳妇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娶的娘子。我本就是娘子的赘婿。那啥，我去那边接着砍树了。娘子，那边好像有石灰石，我去挖一些回来。行，小歇歇。主子，属下刚才听见你叫那个农女娘子，她非要娶我。主子，你的嘴怎么红了？你该不会已经失身了吧？放屁！怎么可能？吓死属下了！属下就说嘛，京城那么多贵女暗恋主子你怎么会委身一个农女？但她竟敢强娶主子，属下定要给她一个教训。行，你去。那个主子，为了大局着想，你身份不能暴露，要不还是暂时委屈一下。滚！主子，德亲王那边最近好像也在找什么人，动静不小。找谁？不确定，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，但似乎不是冲着主子来的。德亲王应当也猜不到主子会在这等小村子里，还做了个赘婿。我看你是最近太闲了，继续盯着他，顺便联系北部的人，暗中分批赶过来。是。安远，你在哪儿？快走！你在这发什么呆？石灰石呢？找到了，就是不多。行吧，我那边树和竹子都砍好了，准备下山。娘子辛苦了，我来背。
得了吧，你这小身板，背个竹筐就行了。娘子威武！我的个乖乖，主子这是找了什么大力武士？倒爬大树，主子真能扛得住吗？终于不用再用竹片了，菊花你解放了。闺女，这真的是侧绸，这么软，怎么舍得用？这纸竟然比市面上最好的贡纸还要白。听好了，这次我一共做了2种纸，这个叫净肤纸，一共做了260塔，走亲民路线；这个叫云絮锦，只有50塔，走高端路线。闺女，啥是亲民路线？啥是高端路线？就是净肤纸卖给普通人家，云絮锦卖给有钱人。这云絮锦触感如丝绸，若是配上精美包装，富家夫人小姐定然趋之若鹜。安远，你很有商业头脑嘛！爹，你跟我去镇上卖，你在家看家，顺便带年年。娘子，我也去。你在家看家，顺便带年年。快让姐夫陪我玩。好，姐夫陪你玩。他竟然能造出如此柔软洁白的纸张，若是传出去，必定会引来各方势力觊觎。除了天生神力，他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？闺女，咱们在哪儿摆摊儿？集市那边人多，要不……爹，摆摊卖不动。一开始我也考虑过要不要造些廉价的草纸卖给贫苦百姓，但后来我想明白了，这年头百姓饭都吃不饱，怎会放弃免费的竹片来用卫生纸？若是这批卫生纸有销路，咱们先带着贫瘠村的村民吃饱饭。毕竟用竹片太不卫生了，多少疾病从此而起。闺女，都听你的。不过咱们不去集市上卖，哪儿要去哪儿？去镇上找首富王平山。闺女，那可是首富家，咱们这穷酸样，就算人家见了咱们，未必肯买这些呀。放心，爹，我有办法。爹信你。谁是苏才俊？我是。原来你就是他爹。你什么意思？我闺女怎么了？你们把我闺女怎么了？我就说这些老爷不好说话，傻闺女非要跟他们做生意。这是60两银子。我不要银子，我只要我闺女。不是我告诉你，我闺女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。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和王老爷谈生意，怕你等得着急，便让王管家先把银子给你。闺女，你没事儿？我谈生意能有什么事儿？那他昨夜受了风寒，面瘫了。原来是闹了个乌龙，王管家，我爹也是担心我。没有，是我吓到他了。那我就不送苏姑娘了，姑娘慢走。闺女，60两，整整60两银子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就是刚才。没事儿，爹，王老爷和王管家人都很好，不会往心里去的。爹，60两银子才只是开始，等开春采了花，在云絮锦里加入花香，价格翻10倍都不止。我的亲娘哎，翻10倍，真有人买吗？放心，一定会有人买单，这叫奢侈品效应。别说在这落后的古代了，当初现代某相印的香味纸也广受欢迎啊。啥是奢侈品效应？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。不过爹，你只要记住，这世上有钱人最喜欢买的就是人无我有4个字。那咱们现在回家吗？不，先去肉铺割2斤肉，再去布庄扯几匹布。买这些做啥？回家路上顺便去趟二婶家，把欠她的2两银子还了。爹，好端端的你又哭什么？闺女，那2两银子是爹借的，你赚的钱不该让你来还。爹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再说，当初你借这银子是为了给我娘下葬，这钱该我还。
这小蹄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钱了？有钱不帮亲舅舅还赌债，却给自己买肉买布。李大牛，赌债该还了吧？别打，我还，我一定还。你拿什么还？我外甥女有钱。嘿，娘的，还想诓老子去挨打？我有办法让他娘在世时从没听我的话，他肯定也听我的。我一定能从他手里要来银子。好，老子再给你10天时间，10天后要是还不上，就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剁下来。隔壁那死婆娘又占我家半龙地，迟早收拾她。二婶，我来看你了。稀客啊，怎么你娘那个黑心烂肺的死了还不够，轮到你接着来祸害我家了？弟妹，你闭嘴！一个大男人窝囊成这样，连媳妇儿的丧葬费都拿不出来，还有脸上我家来？二婶骂得好，不过我今天是来还银子的。怎么，偷鸡摸狗了？还是跟你那死鬼娘一样，上哪儿坑蒙拐骗弄来的？赶紧带着滚出去！我家可受不起这些来路不明的安葬货。二婶，当年你二话不说掏出银子给我娘下葬，这份恩我一直都记着。少拿你那死鬼娘来膈应老娘！李翠花活着的时候就是个吸血鬼，把你后爹家掏空去贴他那个烂赌鬼弟弟，死了还要老娘出钱埋他。老娘当初掏银子是为了买断和这窝囊废的关系，可不是为了其他。是，我娘确实不是个东西，所以我今天不是来替她谢你的，是我自己要还你的。如今我赚钱了，这2两银子你拿着，肉和布匹全当我孝敬你和二叔的。你赚钱，这胡话哄哄你爹就算了，还能糊弄老娘？你和你那死鬼娘一样，除了吃喝玩乐压榨他，还能有什么本事？弟妹，这是青儿做的一种侧绸，可软嘞。她今天就是靠着这个赚了些钱。这东西竟然比棉花还软，这真的是你做的？那还能有假？弟妹，你要是不信，就去我家看看，工具都还没收呢。二婶，往后你家的竹片也不要用了，不干净。这厕纸我们家做了给你送。你能赚几个钱？你家那破屋连个像样的门都没有，年年那孩子手上的冻疮烂得能见骨头。你有钱先给他买药去。买了，都买了，肉、布匹，还有年年的冻疮药都在车上呢。哼，老苏家祖坟冒青烟了。二婶，我还有件事求你帮忙。老娘就知道，说吧，又要借啥？不是，二叔的木工手艺好，我想请二叔帮我家修缮房子。入冬风大，年年还小，实在熬不住，工钱就按市价给。你早有这份心，年年的手能冻成那样。回去等着，明天让你二叔过去，工钱别提，老娘家里还不缺你这2顿饭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多谢二婶。这死丫头早这么懂事儿，老娘也不至于那么骂她。当家的，明天带上家伙去给苏家那破屋好好收拾收拾，听见没有？那死丫头快满16了还没结亲，这钱咱家也不能要她的，我去给她送回去。阿远，年年，我们回来了。兴许是带年年出去玩了，爹去找找，顺便把牛车给还了。行，我先收拾东西。赚了60两，还了债，买了东西，日子总算有点奔头了。爹，这么快就找到了？死丫头，叫谁爹呢？你爹能有老娘这动静儿？二婶，你怎么来了？少跟老娘装糊涂！我李秀娥是那种贪小辈钱的人，这银子你拿走。二婶，这是还你的，你当年帮我娘下葬，死了的人埋了就埋了，活着的人还没着落呢。你还有1个月就满16了。知不知道官府会把你配给什么货色？二婶，其实我已经……你这死丫头，你娘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货，你可别学她。趁现在手里有点银子，赶紧找个靠谱的男人把婚事定了，不然到时候官府给你指个地痞无赖，你这辈就完了。二婶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有夫婿了，顶好的男儿。你真找了？哪家的？
别是被什么油嘴滑舌的穷光蛋骗了吧？苏青儿，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赶紧滚出来！你舅舅我给你定了一门好亲事。人呢？我给你定的可是县令公子，你还不赶紧拾掇一下，做他的第6房小妾？你说你找了夫婿，该不会就是去给县令家那寻花问柳的儿子做小妾吧？不是，二婶，你听我说，李翠花这个黑心烂肺的，活着的时候吸老苏家的血，死了还留个祸害弟弟来糟践他闺女。你这死丫头，你别告诉我你愿意去给县令公子做小妾！你知不知道吴夫妇是什么德行？他娶了5房小妾，哪一个没被他打死打残？没。苏青儿，县令公子看上你，那是你天大的福气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你死了给吴夫妇做妾的心，外头那烂心眼子的，老娘打死他去！苏青儿，你舅舅我给你相看的人家，那可是县令公子，6房小妾怎么了？旁人想嫁还嫁不进去呢，你赶紧啊！李大牛，你这个黑心烂肺的王八蛋，谁给你的狗胆上我老苏家门口来撒野？李秀娥，你又算哪根葱？我是他亲舅舅，我给他做主天经地义。亲舅舅，你也配？你姐李翠花活着的时候把老苏家掏得底朝天去舔你这个烂赌鬼，死了还留个烂摊子让闺女收拾，你算哪门子舅舅？你就是条吸血的蚂蟥！泼妇，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管我老李家的事儿？外人，你给老娘听好了，苏青儿现在是老苏家的丫头，老苏家的事儿就是老娘的事儿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一个姓李的外人，也敢踩到老苏家头上来撒野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一个欠了一屁股赌债的烂赌鬼，有什么资格给外甥女说亲？做妾这么好，怎么不把你自己的亲老娘送去？好，就算你们不愿意嫁，那也行。县令公子说了，不嫁人就出100两银子。100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不给，那就等着花轿上门吧。你以为你是什么金枝玉叶，一个泼辣的10里8乡都知道的旱丫头，有人要你就不错了。100两银子。是拿去孝敬县令公子，还是落进你这狗肚子里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老娘见过的烂人多了，你李大牛排第1个。你骂我是狗？狗还能看家护院呢，你能干啥？你就会趴在亲戚身上吸骨髓。漂亮姐夫，那个坏人又在欺负姐姐。漂亮姐夫他是坏人，他上次来骂姐姐，还打年年。年年别怕，有姐夫在。年年不哭，姐姐没事。苏才俊，这个人是弟妹，这就是青儿的夫婿，叫安远，是我亲自给他抢回来的赘婿。闺女说了，喜欢好看的。胡闹！这么个细皮嫩肉的小白脸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，能当什么夫婿？赘婿？就这？苏青儿，你是找不出男人了吧？随便找了这么个小白脸来糊弄人？丑八怪，你怎么能说这么难听的话呢？我承蒙娘子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。这辈子只想好好跟他过日子。我虽然没什么力气，但我可以每天做好饭等他回家，给他暖好被窝，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把年年的衣裳缝补得整整齐齐。娘子那么威猛厉害，是多少男儿求都求不来的好娘子，能嫁给他，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和娘子天作之合，哪能轮得到你这个丑八怪智慧？果然讨厌的不是绿茶，是不对着自己的绿茶。你们少在这演戏！反正县令公子的花轿5天后上门，有本事你们就一直演下去，得罪了县令公子，我看你们怎么死的！安远，把年年眼睛捂住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你亲舅舅！亲舅舅，你也配这2个字儿？我不管你是县令公子还是天王老爷，5天后谁敢来，我就打断谁的腿，你信不信？你们等着！得罪了县令大人，你们一窝穷鬼吃不了兜着走！娘子，辛苦了。啊，死丫头，你跟二婶说实话，这男的到底怎么回事？二婶儿，你刚才不是听见了吗？他叫安远，没地方去，就留下来做赘婿了。你少糊弄老娘！这人生的细皮嫩肉，一看就不是吃过苦的。庄户人养得起这样的小白脸吗？他除了那张脸好看，还有啥用？能下地干活吗？能挑水砍柴吗？不能下地，不能挑水，不能砍柴，柔弱的风一吹就倒。饭吃的比麻雀还少，胆子还小，晚上睡觉都要靠过来取暖。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那你要他干啥？二婶儿，我自己力气大的使不完，劈柴砍树一个人顶10个壮汉，不缺他干活。我缺的是一个长得好看，在家等我回来的男人。你看，正好合适。再说了，我要是不要他，他真的会冻死在山里的。
二婶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可我也不是傻子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是比李翠花强，知道疼人，可你也得想好了，这条路不好走。喂，你叫安远是吧？是的，二婶。老娘不管你是什么来路，既然嫁到老苏家，你就得好好跟我家青儿过日子。你要是敢欺负她，或是耍什么花花肠子，二婶放心，青儿这么威猛的娘子，多少男儿求都求不来。我安远这辈子只认她一个人。这人真是随时随地在演。行了，别说这些肉麻的。刚才那条疯狗说的5天后县令公子上门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已经有赘婿了，官府婚配自由。他一个县令公子，还真敢强抢民女？娘子说的对，律法在上，县令之子也无权强抢有妇之夫。他若真敢来闹，反倒好。你们不知道，那个吴夫妇在镇子上横行霸道惯了，多少人被他祸害过，告到衙门也没用，衙门就是他家的呀。他要是铁了心要为难咱家，明天让你二叔过来修院子。至于那个吴夫妇，我娘家哥哥在县衙做衙役，我去问问能不能帮衬一二。二婶，这银子……少废话，拿着置办嫁妆。你自己说的，赘婿也是夫君，婚礼不能省。嘴毒心软到这地步，也真是个妙人。娘子，5天后的事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怎么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一个柔弱不能自理的赘婿，当然只能靠娘子保护了。少来，小绿茶。小绿茶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夸你呢。吴夫妇，区一个县令之子，也敢肖想他，不知死活。这死丫头，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哎呦，我的腰！从你那外甥女家出来了，要到钱没有？没有，但不是说好了10日为期吗？还敢跟老子犟嘴？没有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县令公子看上我那外甥女了，我已把亲事应下来了。吴公子5天后就来抬人，到时候彩礼银子一到手，我立马连本带利还给你。果真？他那悍妇能同意？他再横还能横过县令家？吴公子带的人可不是吃素的，你就放100个心，到时候花轿一抬，他不上也得上。行，那老子再信你一回。走。漂亮姐夫，这个字念什么？这个字念清，清泉石场流的清，是你姐姐的名字。姐姐的名字，清泉石场流的清。别说，这人带娃还挺有一套。苏姑娘，苏姑娘在家吗？王管家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快请进。苏姑娘，大喜事，大喜事啊！王管家，啥喜事？净肤纸全卖完了，镇上的百姓抢疯了，都说比竹片舒服100倍。还有那云絮锦更不得了，不止镇子上的小姐夫人，连隔壁县的富商家眷都派人来买。我家老爷说，这云絮锦洁白如雪，柔软如絮，那些夫人小姐用了之后赞不绝口，互相攀比着抢购，50打2天就没了。现在镇上有头有脸的人家，谁家要是没用上云絮锦，都不好意思出门做客。全卖完了？卖完了，而且还要更多。我家老爷说了，想跟苏姑娘签个长期买卖，1个月5000打净肤纸，1000打云絮锦。这么多，我的个亲娘哎！承蒙王老爷看得起，不过5000打净肤纸和1000打云絮锦，我本金可不够。这个好说，银钱不是问题。这是500两定金，老爷说了，姑娘要是嫌少，还可以再加。这么一大笔生意，还能面不改色，他倒是沉得住气。那就写个契书吧，每半个月我往王家送一批货，净肤纸2500打，云絮锦500打，分2次交完，价格照旧。我这还准备给云絮锦升级一下，做成暗香印花款，到时候先带一沓样品给王老爷瞧瞧，若是喜欢，咱们再另外议价。暗香印花，光听名字就知道又是贵人们抢破头的玩意儿。苏姑娘，你这脑袋瓜子怎么长的？我家老爷一定会喜欢的。那就有劳王管家多费心了。不费心，不费心。苏姑娘留步，我这就回去给老爷报喜。闺女，咱家是不是
发财了。死丫头，刚才村口那辆马车怎么回事？那料子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，吴夫妇上门来了。这哪儿来的？你不是说有了赘婿不给吴夫妇做妾吗？弟妹，你误会了，是王老爷家，就是镇上那个首富王平山，他要跟青儿签长期买卖，这是定金。就你那个厕纸，真卖出去了？卖出去了，还要更多。二叔，这银子你拿着，修缮房子的事儿就拜托你了。材料买好的，屋顶全换新瓦，墙缝都堵严实了，窗户和家具也都重新打。这太多了，拿着吧。就算有了正经营生，也得节省着花，别跟你那死鬼娘一样，有点钱就败家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二婶儿，我还有件事儿请你帮忙。又要干啥？说吧。王家1个月要6000塔纸，我一个人做不完，你和村里的富人都熟，我想请你帮我找些人手。体力活的一天开25文钱，轻盛活的一天15文，中午包一顿饭。人手不用太多，先找10个人，男女都行，但要手脚利索，不偷懒。25文还包饭？镇上扛大包的苦力一天也才20文。青丫头，你当真要把这门营生分出去做？漂亮姐夫，你包的年年喘不过来气了。对不住，姐夫没注意。漂亮姐夫，我姐姐是不是很好？你看，今年的雪很好，比去年还大呢。各位叔伯婶娘，活儿你们都清楚了。砍树挖石头的体力活一天25文，浆洗挑拣的轻盛活一天15文，中午包一顿饭。我图个省事，备下的是肉包子，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工钱我1分不会拖。可要是有人偷奸耍滑、磨盐工，手脚不干净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苏姑娘放心，俺们都是老实人，绝不给你添麻烦。对，谁敢偷懒，俺第一个不答应。好了，开工前先吃饭，一人2个肉包子，管饱。我的个乖乖，真是肉馅的！俺在镇上周员外家干过活，他家吃饱子也只给1个还是菜的。苏姑娘，跟着你干，俺们有福了。你放心，俺们一定卖力气。你这丫头，一上来就开这么高的工钱，还给肉包子，你赚的银子够不够？二婶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王家给的价高，这点工钱只占小头。再说，他们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，活干好了，赚的还是我。跟你那死鬼娘真是一点都不像。苏家姑娘苏青儿，县令公子吴夫妇吴公子亲自来迎娶了，还不快出来拜见新姑爷？还真敢来，不知死活！都聋了！新郎官亲自来接人，这可是天大的脸面。苏青儿呢？赶紧出来！大清早的敲锣打鼓，是赶着出殡还是赶着投胎？你这丫头，县令公子亲自迎娶，多少姑娘求都求不来，你还敢顶撞，别不识好歹！嘿嘿，果然跟李大牛说的一样，是个泼辣货。不过本公子就喜欢泼辣的，够劲儿！来啊，把新娘子给我请上花轿！我看谁敢！人家闺女的婚事，关他李大牛一个做舅舅的什么事儿？还是说你们想强抢民女？反正他们家收了聘礼，他就是老子的人。小娘子，等今晚洞房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喜欢泼辣的是吧？那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泼辣！反了天了，都给老子上，把他绑了！谁敢动我老苏家的人，都不许动我闺女！娘子，俗话说民不与官斗，人见自有天收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兴许吴公子的报应马上就到了吗？
果然是他安排的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知道小爷是谁吗？我爹是县令，敢动我试试！县令，好大的官威！本官乃朝廷钦差宋哲思，奉皇上之命巡查民情，途经此地，听闻有官宦子弟当街强抢民女。大人明鉴，误会，天大的误会啊！小人是明媒正娶，聘礼都下了，是这家人贪得无厌，收了钱又反悔啊！明媒正娶，本官刚才路过，可是亲眼看见你要把人家姑娘绑上花轿，怎么，这就是你说的明媒正娶？钦差大人，求您给小民做主。七殿下这演的又是哪一出？小民安远，是苏庆儿的赘婿，我们前段10日已经成婚，夫妻恩爱，和和美美。可这个吴夫妇，他仗着自己是县令之子，直接带人来抢亲。大人您看，花轿都抬到小民家门口了。你且慢慢说来。小民一个柔弱赘婿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平日里全靠娘子保护。今日要不是大人您及时赶到，小民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。是啊，大人，李大牛就是一个烂赌鬼，他定下的婚事怎么能作数？吴夫妇仗着他爹是县令，在咱们镇上欺男霸女，不是1天2天了。这人怎么每回告状都能哭出来？眼泪是批发的不成？大人，他胡说的，他刚才明明不是这样的。大人您看，当着您的面他还这么凶，小民真的好害怕。吴夫妇，你强抢民女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敢狡辩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我爹是县令吴德忠，求您看在我爹的面子上。你爹的面子？你爹多大的面子，要让本钦差看？不是，将吴夫妇押回县衙，待本官查明案情，连同其父一同处置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这位赘婿，你受惊了，本官会秉公办理，还你一个公道。多谢钦差大人为民做主，大人英明神武，明察秋毫，小民感激涕零。诸位乡亲放心，本官代天巡狩，绝不会让任何一个贪官污吏逍遥法外。安远，你不觉得这位钦差大人来的也太巧了吗？娘子说什么呢？说明老天都站在咱们这边。不早了，不早了，咱们赶紧继续干活吧。好了好了，热闹看完了，都散了吧，活儿还没干完呢。娘子，我有点内急，去就来。去吧，别走太远。又是钦差又是侍卫，安远啊安远，你到底藏了多少事？主子，属下这出戏演得怎么样？宋大人那儿，属下可是提前打了一路招呼。您刚才那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，属下差点都信了。贫嘴，宋哲思来的还算及时，今日记你一功。那主子，之前说好的赏钱，瞧你那点出息，回京城再给你加100两，少不了你的。谢主子赏，主子英明神武，福泽绵长，千秋万代。行了行了，起来，还有正事。主子，您让属下查的事有眉目了。德亲王最近在找一个人，听说是首辅苏庆香当年留在安州的女儿。主子，该不会苏姑娘就是？从出京前夜，首辅大人就央我帮他找找。他脖子上的玉佩刻着祥字，锁骨有梅花胎记，都对得上。我的乖，主子您给首辅的女儿当了赘婿，这要是让首辅大人知道了，所以此事你给我烂在肚子里，不许声张。属下什么都没听见。既然宋哲思已经到了安州，计划照常推进，让他以查案为名，逐步剪除德亲王在安州的党羽。你带着北边来的人暗中配合，务必把德亲王的势力连根拔起。是。主子，那个属下还有个问题。说，您是真心喜欢苏姑娘，还是只是为了办正事？本殿下自然都是为了正事。怎么，还要本殿下给你禀报吗？是，
小的多嘴。嘴硬，之前在院子里看人家那眼神，可不像只看正事的样子。去了一趟茅房这么久，娘子想我了。我是怕你掉茅坑里了，毕竟你这么柔弱不能自理，万一真掉下去，还得我去捞你。娘子惯会打趣我，娘子想我了。别是去见什么相好的了吧？我可是娘子的赘婿，哪有什么相好的？对了，你明天一早陪我去趟后山。前些日子我踩点的时候，看见后山有一片梅云，梅花开得正好，采一些回来，我试着给云溪锦加点梅花香。好。闻到没有？这梅花香的不行，做成暗香纸，王平山肯定又要加钱。娘子，你就只想着加钱？那当然，不加钱，我费这劲儿干嘛？嘿，这破树还敢偷袭我！您是真心喜欢苏姑娘，还是只是为了办正事？怎么了？我脸上沾东西啦？别动。有片花瓣粘在娘子头发上。哦，谢了。梅花映雪，不及娘子万一。少来这套，赶紧采花，天还早着呢，别浪费时间。遵命，娘子。李大牛，青儿，青儿，舅舅知道错了，舅舅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又耍什么花样？青儿，你救救舅舅吧！那帮讨债的说，要是明天之前还不上10两银子，就要剁了我的手。你被剁手，关我什么事？青儿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娘在世的时候最疼我了，她在天有灵，见你这样对我，得多寒心呐！你还有脸提我娘？她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？她替你去镇子上买酒，回来路上被毒蛇咬到，也不肯去看大夫，只为把银钱省下来贴补你。可这也不是我逼她的呀，这是她自己愿意的，关我什么事儿？舅舅何故如此着急？讨债的剁你一只手，你还有另一只吗？左右不耽误吃饭。这小白脸心肠怎么这么毒？娘子，他凶我。听到没有？要么这钱你自己想办法还，要么等着被剁手。总之我1文钱都没有。好，你们狠，你们见死不救，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娘子，莫要为了他生气。快些摘，摘满了咱们就回去。娘子，怎么？哟，小娘子这是采花去了？有事？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听说你发了财，哥几个想跟你借点银子花花。就是他，他就是苏青儿，他家里有钱。前几天王老爷家的马车拉了好几趟银子去他家。李大牛，勾结土匪？对，就是我引来的。怎么着？苏青儿，我好心好意给你说亲，你不知好歹，我跪下来求你帮忙还债，你见死不救。既然如此，那大家都别想好。行了行了，废话少说。小娘子，2条路，要么把银子交出来，要么你跟爷回山寨做压寨夫人。这小白脸瘦得跟鸡崽子似的，能满足你吗？就是，跟了我们老大，保管你吃香的喝辣的。这小娘子长得还真不赖，比镇上窑子里的头牌还俊。呀，娘子，他们好像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挨打了。挨打？就凭你俩，你这个小鸡崽儿！退后。娘子加油！娘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上，把这小娘辫绑了！你抱树干啥？这树可不会救你。这是什么怪力？刚才谁说要绑我回去做压寨夫人的？
求求糊涂了，求求鬼迷心窍，求求！你这小白脸力气怎么这么大？抓一个怂头，绰绰有余。绑了，送钦差大人那儿，勾结土匪，够他把牢底坐穿。我是你亲舅舅，你娘在天之灵。省点力气，到堂上再哭。你身上怎么有绳子？早上想着也许要捆柴火，没想到先用舅老爷身上了。走吧，牵好他。走吧，舅老爷。你就是那个做出敬夫旨和云絮锦的苏青儿？是我，怎么了？有辱斯文，当真有辱斯文！他是不是渣？你这妇人简直大逆不道！纸张乃是承载经史子集、教化万民的神圣之物，你竟然拿来擦内处！你这话说的……这位公子，您说说，用纸擦内处是不是有辱斯文？先生说的是，纸的确是圣贤之物，不该被糟蹋。只是前朝大儒陈文正公在《居家札记》中曾言：百姓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之时，若连净身之物都不可得，则疫病横行，妇幼夭折。圣人之人，以百姓性命为先，而非以纸张为尊。先生饱读诗书，自然知道仓廪实而知礼节。我娘子造的纸，让许多人能用得起柔软干净之物，减少疫病，这是积德的事。倒是先生以圣贤为名，当街羞辱一个为生计奔波的女子，敢问是哪部经典教的？在下才疏学浅，回头定要翻翻圣贤书，看看是不是漏读了这一条，改日再向先生请教。嘴皮子挺利索，我还以为你只会装可怜。娘子，装可怜也是要口才的。苏姑娘，安公子，快请进，老爷候着呢。妙，太妙了！王老爷觉得这梅花暗香纸如何？苏姑娘，老夫做了大半辈子生意，见过的好东西不少，但说句实话，你这云絮锦加梅香简直是神来之笔。这个数，老夫加价30%收购。王老爷爽快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开春后百花盛开，我打算再做一批其他香味的，到时候一并送来给您长眼。好，好，好！苏姑娘果然是做生意的料，脑子活泛。对了，这是上次那批云絮锦的尾款，一共120两，苏姑娘点点。不用点，我信得过王老爷。苏姑娘，有件事，老夫得提醒你一声。王老爷请说。最近安州这边不太平，那位被贬到安州来的德亲王，最近到处在找什么人。安州地界上巡街的私兵比守城的官兵还多，闹得人心惶惶，好些做生意的都不敢出门了。多谢王老爷提醒。不过，我一个做厕纸的小商贩，既不认识什么德亲王，也跟朝堂上的事儿沾不上边。他找他的，我做我的买卖，井水不犯河水。话虽如此，但出门在外还是小心些。那德亲王虽然是被贬的，可毕竟是皇亲国戚，手底下的势力不小。万一真有什么事儿，老夫在安州地界上还有几分薄面，苏姑娘尽管开口。王老爷好意，苏青儿记在心里了。那就说定了，这批暗香纸老夫全包了。苏姑娘回去加紧赶制，下个月再送1000大过来。到时候老夫给你在府里开个宴，把安州有头有脸的夫人小姐都请来，让他们亲眼见识见。那就一言为定，告辞了，王老爷。老王，送苏姑娘和安公子出去。王爷，探子已确认，平吉村苏家之女苏青儿，正是苏庆祥当年留在安州的女儿，天生神力，倒拔垂杨，造出云絮锦，与王盆山签了长期买卖，招了赘婿，名叫安远。安远，秦安远，老七怎么会在这里？探子说，此人容貌俊美，但体弱多病，风一吹就倒。属下以为七皇子殿下是在伪装身份。伪装？他是在暗查本王的私兵，
看来上次从本王手下跑了的老鼠就是他。老七藏的倒是挺深，本王在安州的探子竟一直没发现他在眼皮底下。苏庆祥当年害得本王安插在京城的6部棋子全部折损，如今他的女儿又跟老七搅在一起，哼，这是老天爷把他们一块送到本王手里。传令下去，调集安州城南的私兵精锐，秘密赶往平吉村，务必将苏庆儿活着带回来。至于老七，哼，能活捉就活捉，不能的话，就让他跟这个村子一起消失。若欲抵抗呢，格杀勿论。那个村子的人，一个都不用留。属下领命。苏庆祥啊，苏庆祥，当年你参倒本王的左膀右臂，害本王蛰伏安州13年。如今你女儿落在本王手里，我倒要看看你这老狐狸还敢不敢在朝堂上跟本王作对。不是镇上的闲汉，也不是无父的人，反应太快，走路的步子也很轻。他在踩点，有人盯上我了，能请得起练家子，看来还不是小角色。今天从镇上回来，有人跟踪我，脚步很轻，是个练家子，跟了我2条街，被我甩了。有人跟踪你？什么人？娘子，你没事吧？我要是有事，现在就不会坐在这儿擦竹竿了。那人跟了我2条街，不是镇上的人，也不像吴夫妇能请得起的。兴许是看花了眼，这阵子干活太累了，娘子你要不早点歇息？少来，我眼神好得很，是不是跟踪我还能分不清。不过你既然不想说，我也不问。什么时候想说了，我在这儿听着。得亲王的人，动作比我预想的更快。主子，您猜的没错，德亲王的探子已经摸到平吉村外围了。属下今早在村口发现了踪迹，跟了一路，那人绕到苏家后山，待了将近2个时辰，加上苏姑娘在镇上发现的那个，至少有2人在盯着苏家。他们已经确认目标了，他的身份暴露只是时间问题，不可能已经暴露。属下也是这么想。北边的人马什么时候能到？先锋100人已经在路上了，3天后抵达安州，剩下的400人分2批，5天内全部到位。到了以后不要进城，化整为零，扮成过路商贩和收山货的，在平吉村外围驻扎。苏家前后各部2组暗哨，日夜轮守，有异动立刻报我。是。主子，打算何时跟苏姑娘说实话？她很警觉，瞒久了更难接受。再等等，现在还不是好时机。她如今日子刚刚好过些，不能把她拉进这趟浑水里来。主子，属下多嘴说一句，苏姑娘怕是早就察觉了什么。那天你们下山的时候，她似乎往属下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属下到现在都忘不了她那个眼神。去吧，先按我说的做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既然不肯说，那就一起上吧。我赶时间，送你们上路。娘子，娘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娘子，你没事吧？哪里受伤了？让我看看。你刚才那几下，我就是被逼急了，乱打的。那些人要伤你，我脑子一热就冲上去了，平时肯定打不出来。乱打的，乱打能招招打中关节，乱打能步伐快到留下残影。安远，你是觉得我是个瞎子还是傻子？娘子，你听我解释。行了，不用解释，等你想清楚怎么编，再来跟我说。他难道真的发现了？他分明已经看穿了，
可他为什么不追问？为什么不生气？为什么不质问我到底是谁？那些黑衣人招招致命，德亲王这次动的是私兵精锐，今天只是试探，下一次就不会只派来这几个人手。我瞒不了多久了，可我到底要怎么开口明说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原来只是梦幻。你在梦里都问这个，是在等我主动说，对吗？不能再瞒了。不能再瞒什么？不能再瞒什么？你怎么醒了？有人在我耳边叹了一晚上的气，我就是死人也被你叹活。说吧，不能再瞒什么？不说，那让我猜猜，是你的身份，还是我的身份，还是说两样都有？都有。我不叫安远，我叫秦安远，当朝七皇子。3个月前奉命暗中调查德亲王在安州豢养私兵一事，遭人追杀，重伤昏迷，被你爹捡了回来。至于你的身份，你娘当初强迫的那个书生，现在已经是当朝首辅苏庆祥。他这么多年对女人一直有阴影，所以没再婚配。前段时间，他得知那一夜后你娘有了孩子，托我来寻。早就猜到了，根本没有什么爱玉的先生。这块玉成色如此普通，怎么可能有冤大头愿意花55两买？你既然要买，堂堂七皇子就拿出55两银子，多给点我也不用这么辛苦了。谁家皇子随身带银子的？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小气鬼，55两就算了，那银票还跟被屁崩过一样。德亲王已经查到了你的下落，昨天那些黑衣人就是他派来的探子，他在安州蛰伏13年，豢养的私兵不下1000人，他的人马已经在往平吉村集结，最迟明天傍晚就会到。你的人什么时候到？你怎么知道我有人？钦差大人来的那么巧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先锋100人3天后到，主力5天内到齐。但德亲王的人最迟明天就会围村，所以我想让你跟着暗火先走，从后山小路绕过去，先到隔壁青州暂避。等我解决掉德亲王，再接你回来。为什么要我先走？德亲王要抓你。苏大人当年参倒了他的左膀右臂，他要拿你做人质报复苏大人。你虽天生神力，可私兵不是街头地痞，他们有弓弩，有阵法，有……谁告诉你我只是力气大？你会武？方才那一招是古武奇拿手，早已失传。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古武世家亲传嫡系，前世世界古武术冠军。虽然换了副身体，但肌肉记忆还在，恢复一下就行了。世界古武术冠军是什么？以后再说。你也不早说，麻烦是这个。早说是打架，我绝对扭头就走。你这个女人。我爹和年年还有二婶他们必须提前转移，帮工们今天也不用来作坊，免得被波及。你让人给王平山带个信，这批货晚几天交。我之前想的是如何保护你。现在我意识到，你不需要被保护。走吧，去把爹和年年送到二婶家，让你的人带着一起转移，然后……屋顶有人！
留活口。尽量。这镰刀太轻，回头得打把趁手的。闺女，什么声音？爹，快去把年年抱起来，躲进厨房，别出来。好，爹这就去。谁敢动我闺女和年年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岳父大人，您先进去。娘子，你跑太快了，为父差点跟不上。少废话，还有一个。年年，没事了，姐姐把坏人都打跑了。年年不怕，姐姐是天下最厉害的人。有眼光。青丫头，大半夜的这是咋了？你受伤了。二婶，我没受伤。时间风迫，我长话短说，有人要来找我麻烦，是个当官的，势力不小。爹和年年还有你们一家，必须先转移出村。当家的去套车，把家里的粮食和厚棉被都搬上去。哎，那你自己呢？你不跟我们一起走？我得留下来。那些人本来就是冲我来的，我跑了他们会追，而且我们已经有对策了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这死丫头，找个赘婿都能赘出个……二婶，别嚷嚷。主子，马车备好了，村外有2条小路都可以出村，属下亲自带人护送。爹，年年交给你了，你跟着二婶，她说什么你听什么。姐姐去哪里？姐姐和漂亮姐夫要出门办点事，你乖乖跟着二婶和二叔，过几天姐姐就来接你。那年年把小老虎借给姐姐，小老虎会保护姐姐的。好，姐姐一定带着小老虎回来。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，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，但你既然娶了我闺女，就得好好的。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我跟你拼命！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岳父大人放心，除非我死，否则他不会有事。扁担太轻，容易断。我在柴房找了把斧头，给你磨利一些。笑什么？我在想，如果京城那些人知道堂堂七皇子现在在给一个村妇磨斧头，会是什么表情？你觉得丢人？那你觉得丢人吗？
我觉得很好。来了，那就让他们来吧。确认他们还在里面。属下探过，一男一女，未曾离开。德亲王，别来无恙。本皇子倒没想到会在这个破村子里遇见。七殿下，别来无恙。本王也没想到你这只凤凰竟然会窝在这么一个鸡窝里。怎么，京城待腻了，跑来安州体验农家乐？农家乐倒是挺有意思的，本皇子乐在其中。倒是皇叔你，豢养私兵，擅调精锐，剑指皇子，这可都是死罪。谁知道是本王做的？拿下！50个人欺负一个柔弱赘婿，要不要脸？就是娘子，他们就是欺负为夫，柔弱不能自理。你可要帮为夫出气。行。弓弩手，放箭！给本王放火烧村，把这破村子烧成平地！主子，属下来了。本官宋哲思奉旨缉拿叛贼，德亲王私调兵马，图谋不轨，证据确凿。所有人放下兵器，违者格杀勿论。去！你以为你赢了，就算本王倒了，京城里还有？留着这些话去父皇面前说吧。打完了，饿了，回去吃饭。笑什么？走，回家吃饭。你去那边看看，你去那里。七殿下，姐姐，年年好想你和漂亮姐夫。说了过几天就让你们回来，姐姐什么时候欠过你？漂亮姐夫，爸爸。主子，战场已清理完毕，德亲王及其部下全部收押。宋大人请主子示下，何时启程回京？这是我姐夫，我漂亮姐夫。行吧，赘婿变皇子，这剧本我是真没猜到。
你就是青儿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自称你的父亲，但进来坐吧，站在外面像什么样子？好歹是首府大人。带年年去二婶家坐坐，你们慢慢聊。那年我17岁，高中进士，你娘她下了药，还要逼迫我成婚。我也想过要负起责任，可她对我动辄打骂，我实在是忍不了，才逃去京城。但我不知道，她当时已怀了你。若我知道，无论如何不会将你留在她身边，我愧为人父。我娘是我娘，我是我。她做的那些事儿不用你原谅，也不需要你道歉。过去的事儿我管不了，但将来你是我父亲这件事，可以从今天开始算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德亲王谋逆一案，七皇子秦安远查办有功，赏黄金1000两，锦缎白匹。首府苏庆祥之女苏青儿流落民间16载，今认祖归宗，封县主，赐号安平。令县主拟拿叛贼有功，另赏良田百亩，钦此。县主，死丫头，你是县主了！老娘这辈子居然认识个县主，还是赐了封号的县主。二婶，你轻点喊，耳朵要聋了。青儿，随我回京吧，你该认祖归宗。京城的一切我都给你备好了，府邸、下人、铺面，还有你该有的身份。你是我苏庆祥的女儿，不该在这穷乡僻壤埋没一辈子。闺女，他说的对，你不该埋没在这小乡村受苦，跟你亲爹回去吧。你也是我的亲爹，往后只是多一个人疼爱我，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好闺女，你和苏大人分别16载，是该回去尽尽孝。行，爹，你看好家，我去京城逛一圈，很快就回来。回来给你带京城的烧刀子，听说比镇上的烈多了。爹等着，你把京城逛完了就回来，爹给你烙饼。去了京城，别给咱平地村丢人。二婶，作坊的事儿就交给您了。我回来的时候要看见石板路铺好了。知道了，赶紧走，别在这磨磨唧唧。姑娘，宫里来人了，说皇后娘娘用了咱们的云絮锦，赞不绝口，要订100大安香印花款。接单，但告诉宫里的人，交货要半个月。暗香印花款工艺复杂，不能催。回来了。你还没吃？等你啊，在京城人生地不熟的，一个人吃饭没意思。不过面坨了，我热了2回了，还是坨了。坨了也吃。你每天这么晚回来，德亲王的事还没完？快了，余党清理的差不多了，再有个把月就能结案。那结案之后呢？有什么打算？你想回平吉村？想。那就回。结案之后，我向父皇请个长假，陪你回去。反正我现在在朝堂上也不怎么受欢迎，查德亲王得罪了半个朝堂的人，出去避避风头也好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姐姐，漂亮姐夫。
带了，比之前答应的还多带了2串。真的吗？回来了，路上累不累？京城的东西吃得惯吗？晚上想吃什么，爹给你做。你上次来信说想吃烙饼，爹今天一早就和好面了。爹，我回来了。死丫头，知不知道老娘多担心？走了这么久才回来，你是不是打算在京城当你的大小姐不回来了？二婶，我答应过的事儿还没做完呢，石板路还没铺，作坊还没扩建，村里人还没全部吃饱饭。京城虽好，但平齐村才是我的家。就知道说好听的，作坊的事儿我盯着呢，石板路也铺了一半了，你别一回来就指手画脚。二婶最好了。还是这个味儿。到家了。姐姐，漂亮姐夫，爹爹说今晚烙饼管够。别站着了，饼凉了就不好吃了。